烟还是要少抽啊。苏联方面对于我们需要的武器装备，现在已经在做积极的准备了。还是要等武器入境才算作数啊。4、5年，我们的部队进驻东北，拿不到武器的旧事，不能再重演了。就是啊，38枪、汉阳造，一样可以打胜仗。我们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？勇气和决心才是胜利之本，武器装备无非是锦上添花呀。要把中央的决心告诉主要干部，还要专门发一封电报给彭德怀，让他有所准备。放心吧。哎呀，这大热的天儿，这要人命啊这！啊，老爷子。是啊。站住！快走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好！站住！快救人！没有，那边呢？没有。1950年9月15日，美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，28日占领汉城，截断了朝鲜人民军主力的后路。朝鲜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。29日，美军全线进抵38线，并准备越过38线继续北进，占领全朝鲜。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发展。中国人民爱好和平，但是为了保卫和平，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的战争。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，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。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5万万的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，谁要是抹杀和破坏这1/4的人类的利益，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，那么谁就一定会被碰得头破血流。新中国成立才1年，百废待兴啊！工业、农业刚刚开始恢复，基础太薄弱。如果跟世界第1强国正面对抗，不用半年，咱们的家底儿就得拼光了。东北是老工业基地，也是重要的农产区。假如陷入战争，工厂、铁路枢纽都被炸掉，我们就将受到相当程度的损失。你们的具体意见是？中国现在首要的任务啊，就是休养生息，积蓄力量。
这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呐。仓促的介入战争，弊大于利呀。民主党派也有不少人发表意见，说中国刚刚结束战争，立刻卷入另外一场战争，会不会显得我们过于好战？不是我们要打别人，是别人打到了家门口啊！唇亡齿寒，历史上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？美国的主要目的啊，是占领全朝鲜，还不至于对东北3省使用武力吧？一旦朝鲜全面失守，东北就成了前线，帝国主义随时会打过鸭绿江，老工业基地难保，东3省也危险了。侵略者的发动机一旦开动了，是很难停下来的。饿虎下山是要吃人的。潘林杰大使，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3·8线，扩大战争。我们不能坐视不顾，我们要管。I understand your feeling. This statement is your attitude or the attitude of Chinese government? 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严正的声明。第一，美军企图越过3·8线，以扩大战争，这是美国政府制造的严重情况。第二，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，不但朝鲜战事必须立即停止，清朝军队必须撤退，并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。I will inform our prime minister. 你要转告美国、英国和各个相关国家，勿谓言之不预也。目前，美军已过了3·8线，向北急进。美国空军进入中国领空，开始扫射轰炸，群众已经出现了伤亡。必须做出军事斗争的准备。美军还有普通国军队有几十万人，而且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，而我们的东北边防军只有4个军，兵力不足。全国各地的兵力都不够。华东正在做解放台湾的准备，西南连续发生叛乱，部队一时难以调出。西北幅员辽阔，情况复杂，老彭的兵力分散各地。四野现在已经抽出了4个军的兵力，其他部队皆在中南一带剿匪，难以抽出人来。美国的海军、空军的实力可以挑战全世界。朝鲜3面临海，如果进入，将被他们的海空军全面压制。美国陆军的火力强大，一个师就有几百门火炮，比我们1个军还要多，这仗怎么打？美国也有弱点，他们本土离朝鲜那么远，从几千公里之外调运兵力、弹药，比我们困难得多。美国的工业实力过于强大，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就已经说明，就算几千公里，他们想调也能调得来。还有军火弹药，一旦开战，东北的军工产业必受影响。如果这战争要拖延半年，全部靠国内补充的话，恐难以为继啊！打了一辈子的仗，你们也有害怕的时候啊。
死都不怕，还怕打仗？总司令，您和主席经常教导我们，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不打无把握之仗。如果入朝参战，既无准备又无把握，是不是违背了我军的一贯原则？我们准备不足，要是能待3、5年经济发展了，海空军有基础，准备充分了再打嘛。我们准备的不够，美国的准备也不够。美国的军队分布全球，战略重点在欧洲，与其坐着等美国打进来，不如我们打出去。原来啊，老彭还没到啊？应该已经落地了。还是加强东北边防，不要轻易打出去。国内人民太需要和平环境了。即便我们暂缓3、5年，也不能指望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有根本性的改变。主席，总理，我来报道。老彭，来，坐。好，就等你呢。老彭，来坐，我就坐过去，来，坐过去。坐吧。来，我们继续吧。好，我认为啊，如果让美军打到鸭绿江边，我们北方1000多公里的边防线将面临武装到牙齿的敌人，将无一宁日啊！与其年复一年的被动防守，不如早点解决问题。如果问题不能解决，又形成一次全国8年抗战，我们的国力能经得住吗？还有哪位同志要发言？大家讲的都很有道理啊，但是啊，别人处在国家的危急时刻，我们站在一旁看，不论怎么说啊，这心里面不好受啊。散会，明天再开吧。好，散会吧。黄老总，总理，辛苦了。这次是主席点你的将，安排你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，明天听你的发言。好。副部长，这是您要签字的材料。好。副部长，您一到，水利工作是大有进展，人民群众非常振奋啊。我呀，正在想一件大事。什么大事？东边打得紧啊。您说的是朝鲜？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边，安东被轰炸，老百姓在遭殃啊。那您这个水利部长的位置算是选对了，不用表态了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，杀人放火100多年，现在又打到了我们家门口，哪一个中国人能咽下这口气？是啊，可是大老美的军事实力实在太强，我们能守住边境已经不错了。可是，一旦他们陈兵边境，要炸就炸，要打就打，我们中国可就被动了。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。打还是不打，无论对于毛泽东还是彭德怀来说，都是个异常艰难的选择。
而此时远在台湾的蒋介石，随着美国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，似乎让他看到了反攻大陆的机会。曾大哥，这报纸上说美国人打过3·8线，已经靠近鸭绿江。第3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了。爆发不爆发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这美国人打进中国，委员长跟着打回来，咱们不就得救了？真有那么一天呐！共产党撤退之前，咱们这些人通通枪毙。不会吧？我表现这么好，要是多留几天，国军就回来了。哼！你才表现了几天啊？人家凭什么手下留情？再说了，你抓方志敏的血仇，共产党可都记着呢。哎，黄伟，我知道你和你那个方大哥有感情，不过你在人家眼里是最反动的那个，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你。怎么着？啊？你怎么说话的？你怎么说话的？啊？你怎么说话的？哎，黄伟，王耀武，都自家兄弟了，都坐，坐。真是，哎。哎，老杜，你说共产党会出兵朝鲜吗？唇亡齿寒，凭毛泽东的性格，他肯定不会静观事态发展。共产党才不会出兵嘞！这人呐，吃苦的时候搏命，坐稳了江山，就舍不得给打烂喽。发声明，抗议抗议，也就这2招。和咱们交手20多年了，这共产党的决心和意志，咱们可都领教够了。我同意，只要美军逼近鸭绿江，毛泽东一定会出兵。什么？啊，和世界第1军事强国硬碰硬？不碰就不叫共产党。但是两军一旦交战，共军必败无疑。何以见得？共军虽然兵力有几百万，新武器也不错，可是缺乏重型火炮，更没有飞机军舰。现在战争比的是钢铁，比的是火力，拿什么跟人家打？我在想一件事：当年围剿中央苏区，咱们大军几十万，为什么被红军钻了出去？4渡赤水，为什么抓不到毛泽东？到今天，为什么咱们住进了这功德林里？是我指挥不力，我承认自己无能。可是美军不是国军，差着10万8千里呢。哼，哎，我也想起了一件事儿，和西洋人交手，中国人几百年了还没赢过来。打，必须打，必须出兵援朝，打烂了，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吧。如果美军败在鸭绿江岸和台湾，他要发动侵略战争，那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。老虎是要吃人的，我们还是不得安宁，不和美帝国主义建议高低，要想建设社会主义，这困难。这个兵，我看是非出不可。讲得好啊！不出兵则已，一出兵就要解决问题，也就是说，要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敌人。既然打起来，就要准备美国同我们宣战，
就要准备，他们至少要轰炸我们的大城市和工业基地，使用海军攻击我们的沿海城市，甚至到处轰炸，一直到丢原子弹呐。关键是否能打胜？打胜了风险就小，打不胜风险就大。就这么点家底儿，打光了怎么办？美国第7舰队已经进入了台湾，空军也进去了，直接威胁着东南沿海。地面部队也逼近鸭绿江，要卡东三省的脖子。敌人压在国境线上，我们只有长期的防备。那点家底儿不用打，耗就耗光了。出兵援朝，御敌于国门之外，才能获得战略空间，获得休养生息的时间。所以晚打不如早打。说的有道理，晚打不如早打，小打不如大打，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主动去打。苏联已经答应我们派出空军，而且支援我们大批的新式装备。恩来同志就要去苏联去落实这件事情。那就争分夺秒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的部队千锤百炼，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。彭德怀同志的意见，我看很好啊。抗美援朝，我是积极分子，参战利益极大，不参战损害极大。不要担心，打烂这些坛坛罐罐，同志们，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呐！我们决定由彭德怀同志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。我？你可以推辞。我绝不推辞。我彭德怀万死不辞。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呐？老彭，你的发言很重要啊！一锤定音，出兵朝鲜，你这个统帅选对人了。得力将领并不少，其实粟裕同志就很好嘛，病重。他得了个病叫什么洋名字？美尼尔氏综合症。粟裕正在疗养，三爷也交给了其他同志代为领导。林彪，那四爷是他的基本部队。林彪也病了，他就是不病，对出兵的态度也不积极。老婆，中央点了你的将，你就要打好啊，要打出胜利，打出和平啊！我们要做好美国倾国来援的准备，做好老蒋从台湾发动反攻的准备。我们还要做好帝国主义丢原子弹的准备呀！他丢他的原子弹，我们打我们的手榴弹呐！老彭，我对你很有信心，我对我们的部队很有信心。司令员，我申请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，入朝参战。你要去朝鲜？对。那得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批准。安英是普通一兵，他能不能去朝鲜，还是你这个司令员决定。我不批准。主席，爱英要留在你身边。为什么主席的儿子一定要在国内，一定留在父亲身边啊？孩子，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，是中国人民的大事。
入朝作战的将士，哪个不是父母生、爹娘养的？我毛泽东的儿子也不能例外啊！司令员，我上过军校，打过仗，消灭过德国鬼子，对付洋人我有经验的，您就让我上吧。主席，老彭，上去也可以，就在司政部做参谋。你懂外语，懂图上作业，能发挥作用。是。赶快给司令员倒上酒。司令员，主席，我去给您盛饭。老彭，山高路远坑深，大军纵横驰奔，你就要出征了，担子不轻啊！我敬你一杯。主席，你喝不习惯白酒啊？今天日子特殊，必须喝。主席，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。你是知道的，战场上子弹它是不长眼睛的。你说万一……我当然知道。安营交给你，我很放心。来吧。老彭，别愁眉苦脸的了，啊，你就放心，带着安营去吧。好，请主席放心，有我老彭在，就有安营在。大军出征，戮力同心，你们要打出中国人的骨气、志气、勇气。我还希望你们要打出一个和平的新局面。我敬你啊！主席，哎呀，今天就不要叫主席了，爸爸。头发又掉了不少。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。只要是打败了侵略者呀，黑发必然会重生。嘱咐你的话，我就不重复了啊。到了前线，要严格的要求自己，要尊重领导，要团结同志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好，不要给旁人添麻烦。知道了，爸爸。
对。走。来。来，敞开吃，管住！写好了吗？早就写好了。写什么？放开啊！这都不懂，往回说。请战书我早就写好了，是遗书。上战场之前把遗书写好，把留下的东西放在一块儿。如果我们光荣了，会有战士帮我们送到家里的。梅家，俺爹龙二虎小丹丹干革命，死在百口子说的，俺娘也跳了崖，也没啥家当。要是俺牺牲了，东西就留给同志们。这觉悟可以啊。各位，来，团长，同志们，我们一起喝一杯壮行酒。来，把酒都满上。同志们，夺杀敌人，保家卫国，干！保家卫国，干！彭总，哎呦，这都是老伙计啊，又在一个锅里搅稀稠了啊！是啊，彭总，大家伙都派你来呢。这次出国作战，不可谓不凶险。您来了，咱们大家伙心里面踏实。对，心里踏实。第一批入朝都是你们四野的部队，你们在黑土地上发展得快啊，一路又打到两广海南岛，壮得很嘞。党的军队听党指挥，彭总，我们听您的号令。39军全体将士坚决打好出国第一战。吴信全，对，你是一员虎将啊！我要看看这些年你长了多少真本事。您放心吧，还是当年3军团您手下那股劲儿。侯总，您的平江起义部队就在38军，小老虎们一听要打仗了，那一个个的都嗷嗷叫的。好啊！我说，梁铁匠，我的娘家部队，被你带成了什么样？百战雄师，那不是吹出来的，那是打出来的。没错，是不是？沈总，你放心吧，38军是咱们四野的头等主力军，也是咱们全军的头等主力军，就放手使用吧。是的，放心使用吧。好，同志们啊，38、39、40、42，四个军，还有3个炮兵师，是第一批入朝的部队。随后还有大军积极，我们要1天当2天使，尽快入朝，迅速改变战争局面。Присаживайтесь, пожалуйста. Спасибо. Мы готовы развернуть 16 авиаполков
но это займет минимум 2,5 месяца. Кроме того, воздушный бой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наземной битвы, и ег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очертить одной линией. Но если вы продолжите ваш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, то это приведет миропорядок в окончательный упадок. А вы не забывайте, что вы находитес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осле вашей великой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ы. 可以让苏联飞行员穿上志愿军的军服，以志愿军的名义参加作战。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 имеют большие носы. Если их возьмут в плен и собьют, то никакая форма не поможет. 斯大林同志，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，我们将暂不出兵。关键时刻，苏联开空头支票，空军到不了，运送的重型武器也会耽搁，这和当初谈好的出入很大。老总，你看呢？ 根据前线情报汇总来看，敌人的实力比我们了解的还要强大。我们没有空军，没有先进的装备，这仗打起来的确是有难度啊。恩来现在还在苏联，是不是让他再谈一轮，争取一下？敌人就要接近鸭绿江了，如果再耽误几天，就失去战役空间了。我认为啊。 坚决要打。